俄乌局势巨变，有目共睹。美德组建的援乌坦克联盟极大影响了未来战事的走向，同时这也意味着，在未来某一天，我们或许能看到美国 M1A2 和俄罗斯 T90 出现在同一个战场上进行决斗。决斗结果如何，没什么说的，绝大部分人肯定都认为 M1A2 坦克必胜无疑。尤其是 M1 系坦克在海湾战争中大展神威后，其碾压式的胜利让 M1 系坦克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压得 T90 系坦克抬不起头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伊拉克战争开始的时候，美国将大批的 M1A1 和 M1A2 坦克投入战场，企图再续海湾战争的神话。只不过这一次，命运女神没有眷顾美国，在战争一开始便有3辆 M1 坦克被击毁。到了2005年3月，共有80辆 M1 系列坦克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战斗力。这结果和海湾战争中仅有3辆被击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说明 M1 系与其他系坦克的实力正在缩短。反观 T90， 在面对 M1 系坦克这个强敌时，从来没有懈怠。在其跌落神坛期间， T90 经过不断的改进，衍生出多个版本，更是与 M1 系坦克在各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。那么作为坦克领域非常特别的 M1A2 与 T90， 在战场遭遇后，谁能活到最后呢？在分析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总结性了解一下这2款均在世界上大量部署的主战坦克。首先登场的是美国的 M1 系列主战坦克，该车装甲防护能力尤为突出，其作战性能堪称世界顶尖，甚至曾号称从不会被击毁。在世界坦克军售舞台上也一直是霸主地位，不论订单数量、执行任务量、装备总数量都是高居榜首，是美国陆军雷打不动的主力坦克。其次登场的 T90 则是世界上少数能与 M1A2 相提并论的坦克。虽然最初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德国豹2、美国 M1 等西方第3代坦克的优势，但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， T90 应当是一款与 T34、T55 一样，用在多种战场环境下使用的坦克，依旧是需要靠数量才能取得压倒性优势。但与 M1A2 坦克相比， T90 操作简单，结构可靠，特别是在重量上要比 M1A2 轻太多了。加上 T90 可以在20分钟内装备好附加设备，使用通气管的话，还能浅度15英尺的河面，因此 T90 在使用时要比 M1A2 更无限制。另外 T90 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突然装备起来的 Thora-1 光电干扰系统。据说这套干扰系统不仅能让反坦克导弹的测距仪无法精确测距，同时还能发出的警报让成员知道己方正处于被击中的状态，是一套非常强大综合性干扰武器。安装在 T90 上时，完整的系统包括有炮塔前部的2台 OT-1017 红外辐射仪，炮塔两边的2台 OT-1017 调节器，炮塔两侧的 3D17 烟雾发射器，炮塔前顶部2台 DT-11M 高精度激光传感器，炮塔后部和侧面2台 DG-11M 激光传感器，以及车内的控制机构共同组成。按照其设计者的意思，使用这套系统能让 T90 被反坦克导弹命中的机会减少 80%， 属于软杀伤系统，与硬杀伤系统结合起来就能起到更好的效果。比如被俄媒称为坦克的最强防御系统的 Arena 竞技场，在工作状态下可360度自动跟踪所有来袭弹药，在目标飞近坦克时，系统能自动发射弹药将其摧毁，能够拦截速度1200米每秒的来袭目标。当然，数据厉害的俄制武器实战如何还不能过早下结论，况且部分 M1A2 坦克也装备了类似 Thora-1 这样的软杀伤系统，同样可以阻塞掉激光制导的反坦克导弹。而且 M1A2 坦克的最大特点是料敌于先，不强调机动，也就是发现比机动重要。比如车长位置有多达6个潜望镜头，就能为其提供360度无死角的视线，眼睛多看东西才会更清楚。在以往的坦克上，车长在车内观察环境及搜索目标时，使用的是安装在车长枪塔的潜望镜。在夜间或天候不佳时，便要与炮手共享配备热成像仪的主瞄准器。
而当炮手瞄准目标时，车长便不能使用主瞄准器搜索目标，这对车长观察环境和搜索目标造成很大影响。因此，为了加强车长搜索目标的能力，西德曾在1979年服役的豹2上安装了一具供车长使用的全景观测仪。这具可旋转的观测仪能将影像放大，极大增强车长识别远距离目标的能力。但因为没有夜视功能，所以只能日间使用。而之后，虽然越来越多的新型坦克都为车长装设了专用的全景观测仪，不过这类全景观测仪在当时不是缺乏夜视功能，就是受到较大限制的星光夜视仪，美军看不上，所以就决定自己搞一款观测仪，将其安装在 M1A2 上。加上美国独步全球的热成像科技，于是便有了 M1A2 上车长独立的热成像观测仪。这套设备能令车长不论日夜都无需与炮手共享主瞄准器搜索目标。当车长发现更具威胁的目标时，可立即通过按钮使炮塔转向新目标，并交由炮手瞄准及开火。这样不但可以大幅提升 M1A2 搜索目标的能力，而且在应对突然出现的高威胁性目标时，亦有超快的反应速度。同时，这也成为了 M1A2 与 M1 坦克在外观上最大的分别。既然 M1A2 能早早发现 T90， 那 T90 是不是必输无疑了？其实不然，这里面还需考虑双方的其他能力。虽说 M1A2 不强调机动性，但这也是相对于料敌于先而言。实际上 M1A2 的机动性并没有表现出短板， M1A2 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8公里每小时，越野能力能有40公里每小时，这个数值与 T90 没有明显差距。 T90 的最高速度根据发动机不同有65公里每小时和80公里每小时，越野能力差不多为45公里每小时。当然，如果只说动力，那 M1A2 拥有压倒性的优势，毕竟1500匹马力可不是 T90 坦克8400匹、1000匹、1130匹能比的。紧接着的装甲防护能力，理论上这两种坦克是都可以承受住至少1枚反坦克导弹的攻击。M1A2 使用的是 Cobham 陶瓷复合装甲，采用平釉网状结构，直接罩在坦克上。不过，由于是美国的最高机密，目前我们只知道，当这层复合装甲套在普通装甲钢外面后， M1A2 就可以抵挡住反坦克制导导弹和高爆反坦克弹药的攻击，而这也是 M1A2 最引以为傲的地方。当然，如果攻击的是类似标枪这样的攻顶反坦克导弹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因为顶层装甲实在太薄，就算是 M1A2 也一样得贵。而 T90 使用的是 Contkit 5爆炸主动反应装甲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钝感炸药，采用夹心饼干的方式将其填充在2层金属甲的中间。当反坦克弹药命中这块主动反应装甲时，钝感炸药会在强烈撞击下起爆，将来袭弹头的动能抵消掉。这种主动反应装甲对抵抗高爆反坦克弹药的效果最好，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效果也很不俗。据目前已知的公开资料显示， M1A2 炮塔防御装甲大概可以等效成940至96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，装甲倾斜面大致上可以视为是560至59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。坦克下部前装甲大概可以视为580至65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，而 T90 的炮塔装甲厚度等效大约是750至92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。装甲倾斜面大致上可以视为是670至71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，但 T90 坦克下部的前装甲却仅相当于240毫米均质杂质装甲。若是两者战场相遇，这绝对会成为致命的弱点。就像俄乌战场上，俄式坦克即便加装天灵盖，也难逃被击毁的宿命。在进入乌克兰战场之初，俄罗斯工程师们就给坦克加装了天灵盖，目的就是防备标枪这样的攻顶反坦克导弹。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难逃被击毁的命运。最惨的当属 T90M 主战坦克，贵为俄罗斯现役最强，竟然被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发射的破甲弹给干碎了。在乌克兰军队密集的反坦克火力面前，钢铁洪流温顺的像只小绵羊。没办法，实在是乌军给的太多了。
火力实在是太猛了，标枪、铁拳、地狱、硫磺石等等反坦克导弹，再加上多如牛毛的 RPG、无后坐力炮、反坦克地雷、侧甲地雷，令俄式坦克防不胜防，最终只能毁断肠。而 M1A2 最大的缺陷就是油老虎，虽然其使用的燃气轮发动机可以使用任何油料做燃料，但每8小时就要消耗1135升的燃料，这对后勤的压力实在过于巨大。若是在乌克兰战场相遇，以目前乌克兰的后期能力，不知能否满足 M1A2 的大胃口。最后就是从成本上来比较两种坦克。 M1A2 从 M1 基础上升级的费用是858万美元，而新造一辆 T90 坦克价格是500万至700万美元。或许 M1A2 坦克会比 T90 更经得住战争的消耗，但俄罗斯本来就是将 T90 视为一种类似 T34、T55 一样的消耗品，所以即便 M1A2 的防护力比 T90 出色，但一辆 T90 成本或许只有 M1A2 的一半，甚至只需花一点点的钱就能将其升级为 T90S、T90M 等等。当然，若是考虑到现状，比拼的结果仍然处于伯仲之间。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局面很尴尬，俄乌战争引起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，从经济方面制止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，导致现在的俄军即便是便宜的 T90， 估计也消耗不起。综上所述，若只看数据，无疑是装甲防护更为出色的 M1A2 胜算大一些。若是放到实际战场上，即便影响因素过于繁多，如坦克数量、坦克兵素质以及后勤支援等等，但考虑到这背后还牵着这国家的综合实力，所以火力军依旧认为美国的 M1A2 胜算更大。大家是什么看法和理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